哎，Hello，大家好。恭喜您获得了我们2025腾讯音乐榜样年度受欢迎歌手的荣誉。恭喜您，同时和张爱玲老师合作的9万次 Live 获得了2025腾讯音乐榜样年度 Live 演绎的荣耶！誉。首先很开心嘛，第一个是跟我们亮颖一块合作的舞台能被大家所喜欢，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新的歌迷朋友，然后感谢，然后也好好继续加油。弄出更多好玩的音乐，好听的音乐，还有就是受欢迎男歌手，然后也感谢各位的喜欢和喜爱，继续鞭策自己，弄出更加受欢迎的歌曲送给各位。Hello， 腾讯音乐榜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刘宇宁。关键词啊，可能是回归吧。对，因为前几年一直都在拍戏，然后今年做了1年的歌手。然后又开了自己的巡演，包括一些音综之类的，好像又回到了最喜欢的那个职业当中，那个氛围当中。每天在想编曲呀，想着这个演唱会上每一个歌曲的东西，就会让自己很快乐，所以很开心今年。我觉得每一趴都挺精彩的啊！对，就是今年回来做歌手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最大要求是要唱功要进步，所以今年可能在现场演唱上，我会比往年要提升了那么一些，就是为了说。演唱会上嘛，希望大家的视听感受会好一些，因为毕竟要唱现场，所有人是买了票花了钱来看你的，你得对得起观众。然后包括像一些舞台上的设计，像一些古风的歌曲啊，或者是那种舞曲，其实也是今年参加了天赐之后，打开了我的一个思路，就是把一些我自己的歌曲改成那种偏舞曲的，然后在现场可以带动一些氛围啊，让大家在很欢乐的环境当中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啊。我是一个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，我都会那种私底下去询问，我说你们想来看演唱会吗？正好在哪个站他们近，我说你们就来，就是因为我不想拿艺人去宣传我的演唱会怎么样的这种的，所以我就说你们来，然后也放心不会消耗你们之类的，我都会很客气的跟他们说，但他们完全就是也很拿我当朋友，他们不在乎，他说没有宁哥我们去看，包括金靖说我没看过演唱会，我要看第一场我看宁哥的。这种的，然后林赫也是，在横店工作什么的，特意赶来的。然后我们佩妮姐，对，还有我很多以前剧组拍戏的那些小伙伴、那些演员同事们，那些朋友们特别好，都会来捧场，又说他们。反而其实有熟人来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紧张，因为你在舞台上那一面其实是有一点跟私底下不一样的，因为舞台你要表演嘛。他们来的那个感受也让我很开心，它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。哦。最多出现的牌子，今年还好，因为他们除了那个关键词是让我脱了衣服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看看演唱会，你就纠结于这个小伙光膀子这件事儿，也是很怪啊。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们开心最重要嘛。第二是啥呢？就是我看今年其实，多了很多国外的粉丝啊，就有马来西亚的啊，有北美的这些的，我看他们就来自哪儿，他们都会举一个，就觉得很棒。我之前觉得拍戏可能是一种。怎么说呢？是我的爱好，我喜欢的东西。但是没想到剧的播出会收获一些就是喜欢看我剧的人，他会反哺到我的音乐上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觉得很开心，很荣幸。我不知道这个得采访他们吧？对，就是比如说你让我去描述别人如何幸福，这个我可能不会太准确。但是我想给予他们的幸福是可以频繁的看到我。就接更多的活儿，无论演唱会也好，直播也好，综艺也好，然后一些活动也好，哪怕是商务，他们可以在大街小巷的那个大屏上看到我，他们会觉得，哎呦，我宁哥，他会很开心。对，我觉得我就是尽量做到让他们陪伴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啊。这是称赞自己好吗？这件事儿，刘宇宁的对工作的热爱。就是粉丝的动力，因为我很爱工作嘛，我不断的工作，可能他们觉得，哎，好像宁哥这样，我们是不是也在生活上有一些积极的那一面？刘宇宁的什么是粉丝的底气？刘宇宁的身高是粉丝的底气，就大个儿，是吧？就毋庸置疑的一个点。刘宇宁的什么是粉丝的狂欢？刘宇宁的什么？直播。每次我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很开心，他们感觉自己可能在家里都是一场狂欢，他们跟这个鸭脖鸭货他们狂欢去啊，就很开心。若没有粉丝们，就没有刘宇宁的今天嘛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刘宇宁，你也有今天。
啊。行了，有你音乐榜汇集其他平台数据，以数据见证真流行。我看看这是什么？34首上榜歌曲数，114次上榜次数，41次 Top 10次数，55次 Top 20次数。哎呦！接下来我们猜一猜吧。那您猜一看，这榜单上面表现最佳的3首歌是您的哪3首歌呢？应该是有想你了，然后9万字，然后还有座位，还是若没有你，不知道。对，行了，想你了啊！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啊！你的眼神哦，对，这个不错，对，谢谢。个人荣誉是啥呢？哦，上半年最佳表现歌手劳模嘛。2025年荣誉榜是刚才领了奖，音乐榜样、年度受欢迎歌手，还有年度 live 演绎9万字，谢谢。其实往年可能听我歌的女性会多一点吧，今年我的这些哥哥弟弟们，这些老爷们儿们估计会听得多一点吧。因为我以前特别尴尬的一件事就是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刘宇宁，你那个讲真的我很喜欢。”讲真的已经是我6、7年前唱的歌了，就是每次可能近2年我听到都觉得，你好像也没听我别的歌，或者是你听了别的歌也不知道是我唱的，但今年真的说，哎，9万字真的不错，就是会有很多老爷们儿看到我也会这样的，我们啊。男性是37%，女性是62%，哦，真棒，谢谢兄弟们啊，谢谢哥们儿啊。年龄占比，有2个人群呢是有1个很参加的，小朋友多了，对不对？是23到30岁和31到40岁。哦，那我对自己的评估还是有误的，就是我还是比较招这种，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知性的女性和男性的这个欢迎，不错啊。行了，听众偏爱的歌曲，男性听众偏爱的歌曲，我看是啥啊？哦，故事未完，国漫的一个这个插曲。女性观众偏爱的是永不散场的告白。哦，这个是我很蛮意外的，是我们电影节写的一个歌，它是从一个演员的一生出发，它比较的小众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女性观众比较喜欢。哦，我只愿是18岁以下，时间之子的嘛。对，国漫的那个一个插曲，故事未完，你看，19到22岁，也是在这个国漫这一块的。若没有你是23到30岁。行了，这帮朋友喜欢 party 啊，喜欢开心。永不散场告白是31到45，还是有内容的，是知性一点的喜欢嘛，对吧？谢谢了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对，今天其实收获满满。如果打分的话，100分是满分的话，我给自己99分吧。继续努力，再接再厉，明年一定得比今年的这个成绩会要更好啊！人往高处走吧。首先第一个是蒋勋豪，对，因为他是厨师啊，你去一个岛上，你得有一个人做饭吧。再带一个是谁呢？是这个宁远舟，他的就比较靠谱。他作为团队的领导，比如说带其他2个人，他可以运筹帷幄，让这个3个人的团队变得非常的团结完整，执行力非常强啊。然后剩下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带个烟子精吧。因为这个岛上可能会发现很多的宝藏，他是对鉴宝这一块有独到的见解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去到荒岛之后，找了很多宝藏、宝石，什么钻石、珍珠，什么那个各种的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回到陆地的时候给它卖掉啊。最羡慕刘丹米，就是他是属于星2代了吧，属于，对，就是他哥是明星啊，那就是羡慕啊。先展示哪个位置啊？三角肌呗，可能不，当然不能展示三角肌了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们家这些朋友对我的腹肌有一个执念，就要看腹肌。他妈有什么可看的？家里都有搓衣板，哪怕练出来了，你搓衣板你就天天就捋呗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平时不洗衣服吗？搓把子什么的，你感受一下一样。对，因为可能先展示就腹肌吧。干另外一件工作了。对啊，就是我打个比方，我今年回来做歌手了，我另约刘宇宁去拍戏，然后明年我又有几十首歌，又有3部戏待播，那多酷啊！酷，太厉害了。这几年我学会了盘串儿，然后也没有了，就是学一学音乐软件的使用，可能后期自己在做音乐方面可以自己有很多的操作啊。若没有你，我会变成冷漠的人。
200多个孩子呢，感觉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没什么太好，太强烈的。那如果真的非要说，那就是刚发的吧，若没有你嘛，对，就刚才也在唱这个歌。酸菜血肠、五花肉，啊，这个很好吃的。2026年就希望我真的会有一个新的音乐风格，或者是做一张 EP 也好，能有完全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出来，哪怕从唱法、编曲风格上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突破，想去做这么一个尝试。那当然，2026年也希望我的这些粉丝朋友能够身体健康、生活顺利，然后快乐听歌、看戏，然后拥有美好的人生。那在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